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现在在阳明山前山公园。我们今天来阳明山旅行，上午造访前山公园附近的一些景点，下午要从这里出发，走往后山公园。日治时代草山的温泉旅馆主要集中在前山公园附近，后山公园则是私人的别墅，还有会社的招待所。其中最著名的私人别墅就是山本义信的羽衣园，也就是今日阳明公园的前身。阳明公园俗称后山公园。好，我们出发了。阳明山公车总站。前面那里是草山防空洞，这是可以容纳600人的草山防空洞，没有开放。要参加特定的导览行程才有机会进去参观。现在虽然是阳明山的花季，我感觉游客并没有那么多。可能是这些年台湾各地都有种樱花，所以不必特别上阳明山赏樱。往阳明公园1.2公里。杜鹃花也盛开了。现在虽然全台各地赏樱的景点非常多，不过我觉得阳明山还是很有优势。这里的气温非常的凉爽，交通也很便利。这里有右岔路通往台电招待所，还有阳明山4零炮阵地纪念公园。我们今天就不过去了，继续走往阳明公园。樱花谢了，太匆匆。前面那里是阳明公园的停车场，这是阳明公园入口的牌楼。花季美食街，小隐潭，回程再去好了。小隐潭瀑布，我们先去参观台北市政府阳明招待所。这里有一棵大枫香。前面围墙里面的建筑物就是台北市政府阳明招待所。台北市政府阳明招待所的前身就是日治时代山本义信的羽衣园别墅，占地约1公顷。战后日本人的产业被国民政府接收，后来羽衣园就成为今日阳明公园的一部分了。改朝换代往往造成许多时代悲剧，例如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，放弃台湾，日本人在台湾的产业全数被国民政府接收。例如1949年，国民党在内战失败，失去大陆江山，许多地主数代努力经营的土地遭到共产党没收。山本义信19岁时来到台湾生活，白手起家，后来经营矿业致富，最后却因日本战败而财产化为乌有，
山本义信返回日本之后，曾组织团体向日本政府请愿，希望能取回日本人在台湾的部分财产，然而始终未能如愿，抑郁而终。王阳明铜像。阳明山旧称草山，为什么要改名阳明山呢？江户的传说是这样子的：蒋介石来到台湾，最早就是以草山行馆作为第一个总统官邸。他当时听到这里的地名是草山的时候，就面露忧色，因为这会让人有落草为寇的联想。所以后来幕僚就建议他将草山改名为阳明山，以纪念王阳明先生。网红通力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是山本义信羽衣园的遗迹之一——日式鸟居。这里是阳明公园，又称后山公园，也是当年山本义信的羽衣园。平户杜鹃，这是山本义信引进台湾的，种植在羽衣园。这里有一座大的石碑，这是纪念李建新兄弟捐献阳明山公园用地。民国52年，蒋介石总统亲提校友从艺。山本义信的花园在战后被政府接收，他经营的山本炭矿也被政府接收，成为海山煤矿的一部分。后来海山煤矿将这边的土地卖给瑞芳的李建新兄弟，李建新兄弟在民国52年又将这块土地捐给政府，兴建阳明公园。小隐潭，这是小隐潭瀑布的最下层。我们先往回走了，走往草山行馆。我们回到阳明公园停车场了。草山行馆，这里有好几栋日式宿舍群。草山行馆，我竟然没有注意到今天星期一，休馆日。草山行馆。草山行馆是蒋介石总统在台湾的第一个总统官邸，他在这边住到1950年，士林官邸落成后才搬下山。不过他每年6月到10月还是都会来住草山行馆，因为山下太热了，而且他不能吹冷气。听说是因为在西安事变的时候背部受伤，所以不能吹冷气。一直到中兴宾馆落成后，他夏天才改住中兴宾馆，就没有再住这里了。所以这里是蒋介石总统在台湾的第一个总统官邸。没办法参观草山行馆没关系，我们参观随护宿舍。草山行馆旁边的这些宿舍都是昔日的随护宿舍，现在也都整修完毕了。这些都是利用阳明山的石材兴建的宿舍。草山行馆及邻近的5栋宿舍被规划为草山微型聚落，以生活艺术为核心，设有6大主题馆。
草山行馆啊，今天公休，所以这边的小门也没有开。我们就走湖山路一段，回到前山公园。前面还有几栋日式建筑，这栋建筑是日治时代的半田别庄。当年日本人在草山、后山的一些私人别墅，后来都被接收。半田别庄现在成为台湾土地银行的招待所。湖山路一段27号，日治时代的小林别庄。现在是台湾大学俱乐部。这里是草山水道系统第2蓄水井。我们回到前山公园了。今天下午从这里出发，走往后山公园，来回差不多2个半小时，赏花也寻找历史遗迹。我觉得是很棒的行程，推荐给大家。我们今天的后山公园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